蓝曦臣做了多年家主，早已见识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场面，很快便整理好了表情，对他们二人淡淡笑道：“刚好路过，来看看你们。”蓝忘机也恭恭敬敬道：“兄长。”神情严肃坦然，仿佛刚才关门的人不是他一样。魏无羡就没这么平静了，方才的场景怎么看都不是兄友弟恭的和谐画面，倒像是偷尝禁果被家长抓包的少年。虽然他才是被强吻的那个，但无论谁看他都是最可能带歪路的那方。与他相比，蓝忘机就显得淡定许多。他很早就察觉到自己对魏无羡不同于常人的感情，因为这种感情太过禁忌而无法倾诉。但喜欢一个人，看他的眼神与他说话的语气，总是瞒不住的。蓝曦臣心细，很早就看出来，却没有点破。蓝曦臣也非常贴心地转移了话题，一边聊着蓝启仁和蓝思追、蓝锦衣的近况，一边招呼人把带的东西往温宁屋里搬，大概是看蓝忘机在，误以为这是他的房间。有个看起来就很机灵的小门生，拿着账本来跟魏无羡核对，问他：“老祖先生还缺不缺什么？如果缺可以先记下，日后备齐了会送过来。”魏无羡瞅了一眼，单子上有古籍、文房四宝、水果糕点什么的，估计是蓝忘机平时爱用的。其中有个茶饼他知道，姑苏云烟常年山岚滋养的云顶茶树，一年也就产那么10来斤，等揉制煎炒做成茶饼，撑死只有3两块，拿到山下去卖，价格能炒上天。而这单子上写了10份，10份，仿佛在告诉他蓝家有多看不起钱。见他吃惊，小门生倒是没说什么，只认真负责的交代：“如果老祖先生一时想不起来也不要紧，我们备有信号弹，老祖先生有任何需要，随时都可以联络我们。”魏无羡觉得他们一定误会了什么，他不是吃惊这些东西有多名贵，而是这些东西不该由他来处理。小门生见他不语，拿不准他是什么意思，恭恭敬敬地道：“如果您不喜欢，我们可以换别的。”魏无羡解释道：“不是不喜欢，我只是觉得韩光君既然要回去了，留太多东西在这里也许会不方便。开玩笑，什么姑苏云烟，他平时就给蓝忘机泡点橘子皮。”小门生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刚要说什么，从院门口跑过来一个年纪更小的门生，规规矩矩地朝蓝忘机和他各行一礼：“韩光君，门外有个自称老刘的人在找您，说是有事想求您帮忙。”魏无羡看向蓝忘机：“老刘，找你卖渔网吗？”蓝忘机摇摇头，不是很确定。如果是卖渔网，不必特地找来，很可能是有他事相求。村民知道他们以前是业内的修道人士后，偶尔会有人找他们帮忙驱鬼或赶个黄大仙什么的。蓝忘机对魏无羡道：“我出去一趟。”说完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：“会尽快回来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放心去吧，这几个小朋友还能吃了我不成？”蓝忘机一想这里并无外人，和蓝曦臣交代一声便出去了。蓝忘机走后，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剩他和一群蓝家人。作为东道主，魏无羡觉得请一顿饭还是有必要的。来的都是客，吃饭都是嘴。魏无羡对蓝忘机种的那几笼小白菜表示深深的担忧。他从厨房找出2个大盆，刚打算把菜洗一洗，马上有2个年轻弟子走过来，提出要帮忙。魏无羡问：“你们会吗？”年轻弟子眼睛亮亮的：“不会可以学吗？魏先生，您就放心的休息吧。”魏无羡干脆就背着手在旁边当监工，一会儿指指这儿的土，一会儿提醒那儿的烂叶子。他在厨艺上实在没什么天赋，平时蓝忘机根本不让他洗菜，怕他洗完菜也不剩多少了。可2个10指不沾阳春水的小门生哪懂得这个，他们第一次做农活，新鲜劲十足，干得十分卖力。其他子弟门生站着无聊，早就注意到他们这边的动静，暗戳戳地瞅着。魏无羡想着这已经是饭点了，应该也没什么要事，就给这些门生们安排起活来，扫地的扫地，抹桌的抹桌，一个都别闲着。那些门生们一开始对他还有点忌惮，见他没什么架子，人开朗又爱笑，很快就亲切起来。蓝曦臣就站在一旁笑而不语，那3只小鸭子错将蓝曦臣认成了妈妈，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面，还自发地排成一溜小队。有门生想把他们驱散开，蓝曦臣微微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他们很可爱，就让他们跟着吧。”村里的生活是闲事，但是和谐关系不大，每天要做的事非常多，菜不会自己喝水，鸡也不会自己喂食，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做。眼下活都让别人干了，
魏无羡闲了下来，顿时觉得十分无聊。他想起他们那1亩3分地来，便决定跟刘梅打声招呼，说蓝忘机可能要离开几天，麻烦他去田里的时候帮忙看一下。家里的地都是蓝忘机在弄，他开垦和犁地还可以，但种东西就不行了，所以播种后也是蓝忘机去打理。刘梅起初还以为他和蓝忘机要被家里人抓回去，听他说自己会留在这儿，才放下心来。知道他家来了10来个人，热心的把囤着的黄瓜茄子拿给他。邻居之间你来我往的分不了那么清，魏无羡就收了，想着等他们酱菜做好了，给刘梅家送一个。刘梅看着他们院里一堆白衣飘飘的仙人，有点好奇。那还以为你们是打算收拾东西回家过年呢。魏无羡一愣，过年？是啊，再有1个月就是年关了，五湖四海的人都要赶回家过年，那到时候蓝湛也得回去了。也对，他刚刚就说了要回家。魏无羡又想，那他们现在算怎么回事呢？这就算是心意相通了吗？几个月前，蓝忘机答应他的邀约，和他一起来山中村归隐时，他的确有某一瞬间产生了蓝湛会不会有点喜欢我这样的自恋想法。可是后来，无论是邀请他同床共枕，还是对刘姑娘的调侃，再或者偶尔的暗示，蓝忘机都无动于衷，甚至毫无反应。他的妄想也渐渐的被消磨了个干净。他想，蓝忘机是真的放下了，真的不希望两人再出现云平城那晚的意外了，所以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现出不为所动的样子。人在某件事上的勇气是有极限的，就算厚脸皮如魏无羡也有力不从心、无所适从的时候。他觉得自己连上床这种事都做了，如果蓝忘机还不明白他的心思，那就是他故意不想明白。果然，昨晚的意外把他吓到了，他可能怎么都想不到自己还对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心思，所以他拒绝了，放弃了，打算离开了。这些魏无羡都可以理解。可刚刚那个吻又是怎么回事？方才的情况太窘迫了，他没有机会去确定这个吻的含义。从蓝忘机的反应来看，他似乎也并没有要解释的打算，这就在魏无羡意料之外了。难道蓝忘机是在完全没思考后果的情况下吻了他吗？如果他不明白他的心意，为何要做出这种惹人误会的行动？如果他早就明白，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？魏无羡堵了一堆话在嗓子眼儿，偏偏人不在没法问，憋得他几乎内伤。他烦躁地捶了捶木桩子，有些愤愤地想：都怪蓝湛，话也不说清楚，老是让他猜，让他一个人在这胡思乱想，心烦意乱。他脑海里没来由的突然蹦出一句话：你若是没有那个意思，就不要去撩拨人家，你自己随心所欲，却害得别人心烦意乱。魏无羡胸口一阵郁结，自从回来之后，每次遇到这种事都会被蓝忘机有意无意的报复回来，偏偏还都是以他曾经对付别人的手段。当时他把别人气得半死，现在就只能自己吃个哑巴亏。蓝忘机一眼就看到桂树下穿着短衫、皮肤黝黑的老刘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他身后胡子拉碴的汉子、斗狗的温宁，以及蹲坐在地上一只愁眉苦脸的大狗。温宁显然是看到蓝家人在，担心蓝启人在里面，没敢进去，才留在这儿的。被他揉乱毛的大白狗伸了伸腿，在原地转了一圈，又看向主人，委屈的呜呜叫，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前进。这边人喜欢养夏斯犬，这种狗有半人高，四肢粗壮，奔跑速度极快，是最好的猎犬之一，因为浑身洁白如玉，也叫白狗。他们院子外面有鬼打墙的结界，狗不喜欢这种机关，每次都会绕得远远的。这只大白狗五觉灵敏，显然深受其害。小宝，去，别闹！胡子拉碴的汉子轻轻踢了狗屁股，大白狗呜了一声，听话的退后面去了。老刘见蓝忘机出来，立马换上笑容迎上去。村里人直来直去的，倒也不说那绕弯子的话，简单几句就把事情给交代了。原来面前这个身形高大、形容憔悴的男人是邻村打猎的。1个月前，他去山里猫冬，为家里储备过冬粮食。他女人上山给他送吃的，不小心失足坠崖死掉了。这里的人比较传统，觉得人死了一定要落叶归根，埋在自家祖坟，不然会受野鬼欺负。于是猎户召集村民们在山上寻找妻子的尸体，那面崖壁植被茂密，尸体隐藏其中难以寻觅，大伙找了好几天，愣是一块衣角都没找到。晚上猎户一个人回到家，面对着漆黑空荡的屋子，顿时觉得日子没了趣味，活着没了盼头，
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，猎也不打了，地也不种了，就闷在家里，每天伤心。同村的好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好说歹说，邀他来做新婚席，沾沾喜气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